整整15年光阴，我与萧恒从青梅竹马走到红烛高照。他出征那日，梨花路的正是。他抬手轻轻拂去我肩头的一片梨花，对我说：“知薇，等我。”于是我等了他3年，等过了1000多个晨昏，等到庭前的梨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等到他荣归故里，也等来了他身边多了一位飒爽明亮的姑娘。那就是苏将军的千金吧？听说在战场上替萧将军挡过一剑。这般并肩而立，倒似一对璧人。那城楼上的萧夫人，知薇，等我回来，便再也不分开了。那时的我信了与他15年青梅竹马的情分，信了他3年结发夫妻的盟约，信到如今站在这里，看他小心翼翼扶另一个女子下马，那姿态熟悉又陌生。萧恒，原来你的步分开了，不是归期，而是离别的开始。夫人，该怎么向你表达？知薇，将军饮了酒，饮盏茶吧。今日在城楼看见了，苏姑娘英姿飒爽，与将军同历生死，很是难得。知薇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落月他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在赤水崖那一战，我身陷重围，是他。所以呢？落月性子刚烈，又是将门之后，不愿区区妾室。知薇，你向来最识大体，最明事理，能否暂时搬去城西别院小住一段时日？你放心，你永远是我萧恒的正妻。待风头过去，我必风风光光迎你回府。只是眼下我欠他一条命，不能不还。萧恒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出征前一夜就在这里，你说过什么？你说，知薇，等我回来，我要在院里为你种满梨花，往后年年春日，花下对酌，白头到老。如今梨花未种，对酌无人，唯独我成了你心头一笔最重的债。我不是，不必解释，我只是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，你要报恩，要还情，要新人笑，都是你的事，但让我避居别院，看你与他在这府中恩爱。萧恒，我沈知薇还没有卑微到这个地步。你也一瞬惊鸿，却寻不到你的影踪。姐姐好雅兴，这梨花画的真好，像真的一样。我在边关3年，从未见过这般精致的花。苏姑娘有事？昨日校场练剑，扰了姐姐心计，是落月的不是，特来赔罪。这是替将军挡剑时留下的，当时剑上有毒，军医都说这条胳膊保不住了。将军守了我3天3夜，这才……瞧我，又说这些陈年旧事了，姐姐别往心里去。苏姑娘不必试探，你与将军生死相交的情谊，我知晓也敬重，只是情谊是情谊，规矩是规矩。姑娘既已入府，便该知道，未出阁的女子不宜在男子院中彻夜长谈，传出去于将军名声不好。知薇，落月不过是个直性子，在边关也惯了，不懂京中规矩，你何必用那些龟壳规矩压他？萧恒，你可还记得当初我入萧府时你是如何教我的？你说，知薇，萧家世代将门，最重规矩，你是萧家主母，一言一行皆要合乎体统，不可让人看了笑话。如今苏姑娘不必守规矩，倒成了她的真性情，而我守了15年规矩，却成了刻薄。那如何一样？落月他毕竟救过我的命。是啊，救命之恩，所以他的不懂规矩是率真，他的彻夜长谈是坦荡，他的……够了，知薇，你从前不是这样斤斤计较的人。萧恒，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是明知夫君心系他人，还要强颜欢笑的贤妻，还是该躲在别院，等你们偶尔想起时施舍一眼的旧人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是要我笑着看你们并肩而立，听全金陵议论我这个正妻形同虚设，还是要我感恩戴德，谢你许我保留一个空名？萧恒，你不能既要我贤淑大度，又要我心甘情愿让出我的夫君，我的院子，我15年的光阴。知薇，从今以后，萧恒此生只你一人，纵使江山万里，不换你我朝夕。我会护你一世安稳，让你永远如今日这般，眼中只有欢喜，没有忧愁。
夫人，苏姑娘住进天雪轩了。天雪轩离她的书房最近，从前她总爱牵着我的手站在廊下，指着那处说：“这位，你看，这院子景致最好，阳光最先照进来。”那时她的眼里有光，温柔地规划着未来，说将来要让我们的孩子住在那里，在栽满海棠的窗前读书习字。可如今终归是物是人非。夫人，您就不争一争吗？将军他明明说过只你一人的。人心变了，争来的也是假的。将军还在想姐姐，是落月不好，让将军为难了。不关你事。若不是我，将军与姐姐乃是人人称羡的恩爱夫妻，如今却因我生气，我心中实在难安。将军，不如我走吧，回边关去，或者去任何地方，只要将军与姐姐能重修就好，落月怎样都甘愿。别说傻话，我既带你回来，就不会让你受委屈。可姐姐她定是恨极了我。是为他只是一时想不开，时日久了便好了。夫人，这个是您修了整整3夜的旧物而已，该烧了。我曾以为爱是春日梨花，年年岁岁，花谢花开，如今才懂，有些花谢了便是谢了。明日宫宴，夫人好生休息，奴婢告退。瞧见没？那位苏姑娘手上的伤，听说是在萧夫人房里烫的。苦肉计罢了，你且看萧将军那心疼的眼神。姐姐，前日不慎毁了您的金卷，落月心中不安，今日借这杯酒向姐姐赔罪。苏姑娘不必挂怀，姐姐不肯引进，是不愿原谅落月吗？落月自知身份尴尬，说姐姐实在不喜，我明日便离京回边关去。姑娘言重了。姐姐，方才是我失言了，这盏参茶不必。落月，抓住我！将军，冷。扶起来。姑娘这伤当真值得吗？不过是烫伤，3、4日便好。可经此一事，将军心中那杆秤便会偏了。沈知微那样的人，太高太洁太不肯低头，他永远不会明白，有时候示弱比逞强更有用。我要的不是一时恩宠，是一世名分，而名分这东西从来都是争来的，不是等来的。知微，等我。夫人，将军来了，在外头候了1刻钟了。让他进来吧。知微，你有萧恒，我们和离吧。什么？我说我们和离。你既选了旁人，我便退出不做纠缠你的人。夫妻3年，我无悔，但往后余生，我不想再等了。知微，那夜我并非不救你，落月她不会水又受了伤。萧恒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不是怨你那夜先救他，我是怨这3年你心里那杆秤早已偏了。我没有，我心里一直有你，你是我的妻子。妻子？你的妻子该是在你凯旋时并肩受贺的人，该是在宫宴上与你同席的人，该是在你陷入两难时被你毫不犹豫选择的人。而我只是你记忆里的旧影，困住你的枷锁和你不得不面对的愧疚。萧恒，我不要你，正妻之位留给你的苏姑娘吧。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。萧恒，我们要一辈子这么好。一辈子。夫人，今日穿哪身？我的知微，何该穿最明媚的颜色？就这些吗？可这颜色不合适吗？我倒觉得很适合今日。知微，你回来了。我来取我的嫁妆。非要如此不可吗？那时的话我们可以再谈。谈什么呢？谈如何让我心无芥蒂地接纳苏姑娘，还是谈如何让我继续做那个贤淑大度的萧夫人？萧恒，有些话一旦说出口就收不回了，就像有些路一旦走了就回不了头。我穿红色会不会太艳了？你穿什么都好看，但浅色最衬你的气质。雪儿她不是不喜欢，只是因为当初我随口的一句话，她便藏起了那份喜欢。姑娘，夫人回来了，
正经点嫁妆呢。终于等到了。姑娘不去看看，将军也在前头。我去做什么？夫人要离府，我若去了，反倒显得刻意。不如让将军自己选。夫人，这枚玉佩都留下吧。啊，夫人，这些都是将军的心意。心意是真的，可时过境迁，心意也会变。既已变了，留着这些旧物不过是徒增烦恼。凡萧府之物，我一件不取；凡我沈家陪嫁，请一一核对清楚。这位，我们再谈谈那夜宫宴。我真的只是，落月她不会水，伤又未愈，我一时情急才。萧恒，那夜的事不重要了，重要的不是你救谁，而是那一刻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谁。重要的也不是他会不会水，而是这3年里你心里那杆秤是什么时候开始偏的。你听，这才是能与你并肩而立的声音，而我不过是困在后宅15年的旧梦。如今梦醒了，你该松口气才对。我没有，这位，我从未想过离开你，我只是欠落月一条命，我不能负她。那你就负我，字我已经签了，今日我来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从此以后，萧将军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夫人都齐了。姐姐，这玉佩是将军年少时所赠，意义非凡，您还是带走吧。姐姐，萧恒，这3年谢你教我，原来人心易变最是寻常，原来旧物情深最是不堪一击。将军，落月，你先回去。碎了也好，碎了的才拼不回去。夫人，咱们回沈家老宅吗？不，去城西的静心庵。安堂那地方清苦，清苦才好，清静。夫人，马车深陷泥潭，小的看前方有一处屋檐，还请夫人暂举一臂。啊，夫人小心。沈姑娘，风急宇宙，可需一程。沈姑娘，风急宇宙，可需一程。静心庵路远，这雨怕是要下到半夜，若不嫌弃，可暂避一时。他尽知我要去何处，那便叨扰了。擦擦吧，天寒，莫要着凉了。多谢公子。换我入职便可。静安王府入职。静安王，那个传说中因旧伤不良于刑，深居简出的残王，那个罪无权势，却让满朝忌惮的名字。静安王入职，非池中物，可惜了那双腿。原来是王爷。此间无王爷，只有避雨人。沈姑娘要去静心庵，王爷如何知晓？猜的。沈家老宅不便久居，城中又人多眼杂，静心庵清静，确是暂避的好去处。王爷洞若观火，不是洞若观火，只是也曾无处可去过。不是洞若观火，只是也曾无处可去过。王爷的腿，抱歉，是我失言了。旧伤而已，不妨事。倒是沈姑娘，静心庵虽清静，却非久居之地，冬寒夏潮，你身子受不住。眼下也顾不得这些了。城南有处别院，临水而建，景致尚可，常年空置，只几个老仆守着。沈姑娘若不嫌弃，可暂住些时日。王爷为何你我素昧平生？素昧平生吗？3年前上元灯会，沈姑娘在朱雀桥上救下一个落水孩童，可还记得？你呀，总这般不管不顾。那孩子是我的侍卫之子，他父亲随我出征，战死了。孩子寄养在亲戚家，那日偷跑出来看灯，事后我派人去寻恩人，才指使沈家小姐。所以今日王爷是来报恩的？不是报恩，是还一份心安。那孩子如今在我府中读书习武，一切都好。沈姑娘若得空，可去看看他。王爷好意，知微心领，只是我如今处境尴尬，恐误了王爷清誉。清誉？我陆直还有什么清誉可言？一个废人，满朝避之不起，谁会在意我收留了谁？沈姑娘，这世间对女子苛责，对废人亦苛责。你我皆是世人眼中的残缺之人，你缺了夫君爱宠，我缺了健全双腿。既如此，何必再为人言？这院子空了3年，我偶尔来住几日，图个清静。一应物件都是齐备的，沈姑娘缺什么，尽管吩咐陈伯。这陈氏太合我心意了，我的闺房了。 3年前置办这院子时，原是想接家母来住，她喜静爱莲花，我便按她的喜好布置了。可惜她未来的基础，便去了。王爷节哀。3年了，早已不哀了。如今这院子能迎来新主，家母在天有灵，也会欣慰。沈姑娘早些歇息吧，热水已备好，换洗衣物在柜中。
若不合身，明日再换。王爷，今日之恩，知微铭记。不必记恩，这院子空了3年，等的就是一个该来的人。王爷为何不告诉沈姑娘，那院子本就是为她置办的？沈家小姐沈知微已许配给萧将军，金秋完婚。北下城南临水那处宅子，按沈家小姐的喜好布置。王爷，那是别人的未婚妻。我知道，就当留一处清静地吧。或许有一天她用得上。我不曾想到，这一等便是3年，等来她大婚，等来萧恒出征，等来边关捷报，也等来今日她一身失意，眼神荒凉地站在我的马车前。我跟了王爷3年，从未见他如此笑我。心是何身的？我曾以为离开萧恒便是穷途末路，却不想绝处逢生，欲移除屋檐，一展设闸，一个不问前尘的故人。沈姑娘的话有风骨了，王爷不必拘谨。从前的话工整精致，却少了一分我；如今的话有了。王爷见过我从前的画？3年前，金陵书画雅集，沈姑娘那幅《春山夜雨图》夺了魁首，评审之中有我。王爷好记性，不是记性好，是那幅画里有旁人没有的静气。如今你这幅梨花，静气仍在，却多了3分韧劲，很好。王爷今日来，不只是为了看画吧？沈姑娘聪慧，我来是有一事相商。沈姑娘在别院住了7日，可还习惯？清静自在，甚好。只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却非长久之计。所以今日我想与沈姑娘谈一桩交易。交易？一桩各取所需的交易。我需一位王妃，抵挡朝中纷扰，宫中事的。姑娘需一处立足之地，摆脱过往，重获新生。你我合作，做名义上的夫妻。我给你静安王妃的名分与尊荣，你给我一个让各方闭嘴的理由。毕竟谁会苛责一个收留落魄女子的残王呢？王爷为何选我？因为沈姑娘是明白人。明白什么？明白这世间对女子的苛责不会因你躲入安堂而减少，明白有些伤口需要新的身份来遮盖，也明白我陆直虽是个废人，却也能给你旁人给不了的自由。自由？婚后你可继续住在这别院，也可搬入王府，我不干涉你作画、读书、交友。王府库房钥匙、对牌皆交于你。对外你是静安王妃，对内你只是沈知微。对外你是静安王妃，对内你只是沈知微。唯一的条件是，必要时需与我一同出席公演，应付来访，仅此而已。好的，很不真实。王爷，这对你不公。我毕竟曾是萧恒之妻，满城流言。流言？沈姑娘可知我这3年听过多少流言？废人祸心，早该死了。若我在意这些，早就活不到今日。至于萧恒，昨日之前你是他的妻，今日之后你只是沈知微。若有人以此做文章，那便是与我陆直为敌。王爷，容我思量3日。自然，3日后我来听姑娘答复。将军查到了，沈夫人暂居城南一处别院。何处？是静安王的私宅。他与静安王是何关系？暂不知晓，只知7日前暴雨夜，静安王的马车曾在长街接走沈夫人，之后沈夫人便一直住在别院中。静安王虽不良于行，笔下山水却有吞吐山河的气魄。一个废人画得再好又如何？如今想来，他那时眼中的心声，我竟从未在意过。备马，去城南。知微，萧将军有事？知微，我们谈谈。你说这里不合适？何处合适？萧府还是静心安？我可以为你另寻他处更好的院子。不必了，此处很好。好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静安王陆直，一个被满朝忌讳的废人。你跟着他，只会惹来更多非议。萧将军慎言。慎言。静安王，你与我妻前妻沈姑娘已与你和离，婚书已撕，嫁妆已清，满城皆知。如今沈姑娘是我的客人，住在我陆某的别院。萧将军若有事寻她，须先问过我。王爷这是要强留知微？强留？萧将军，这世上有一种尊重，叫让他自己选。你给不了的，未必别人给不了。沈姑娘，可要请萧将军入内一叙？不必了，该说的话早已说尽。萧将军，请回吧，此后不必再来了。萧将军，好走不送。沈姑娘，可歇下了。白日之事惊扰姑娘了，此物或许能安神。这是家母救吾，她说心中有郁结时，可吹一曲。
让风带走烦忧。我追不好，留在我这也是蒙尘，赠与姑娘，或能一用。王爷，若我应了那桩交易，何时开始？姑娘想何时便何时。那便3日后吧。3日后我嫁你。萧恒，我等你，无论多久我都等。若我战死了呢？那我便等你一辈子，黄泉路上也等你。可如今我没战死，他却不等了。夫人，这婚事未免太简薄了。浅薄吗？我倒觉得刚好。沈姑娘，今日之后，你若后悔，不悔。王爷，我们走吧。恭迎王爷王妃回府。王妃这个称呼，从前在萧府听了3年，却从未觉得如此陌生，又如此安心。沈姑娘，请。拜堂之礼，从简，沈姑娘可介意？这样很好。以茶代酒，敬沈姑娘。往后风雨，陆某在此。敬王爷，知微在此，不负此约。王爷，王府库房钥匙，内务对牌。此后王府一应开支，人事往来皆由王妃做主。王爷，这契约婚姻亦是婚姻，既许了你王妃之名，便该给你王妃之实。这王府之中，你与我平权。王爷信我？为何不信？沈姑娘长沈家钟馗多年，琴棋书画皆通，胸有丘壑，打理一个静安王府绰绰有余。况且我说过，对内你是沈知微，做你想做的事，管你该管的事，不必问我。既如此，知微便却之不恭了。还有一事，王爷，这契约可有期限？沈姑娘想何时结束，便何时结束。若我一辈子不想结束呢？那便一辈子。我随口一问，王爷不必当真。可我当真了。沈姑娘，陆某此生言出必践。王爷可要安置了？我让丫鬟备水。不必，我住在西厢，此处静，适合你。今夜之后，王府内外皆会知晓，静安王与王妃分房而居。沈姑娘的清誉不会因这场婚事有损。原来他连这点都想到了。将军查到了，今日静安王与沈夫人成婚了。你说什么？午时行礼，黄昏入府，没有宾客，没有宴席，只在王府内拜了先祖。如今沈夫人已是静安王妃了。王妃，静安王妃，他怎么敢？他怎么敢？备马去静安王府。将军，此刻深夜硬闯王府是大罪，况且那是静安王。静安王又如何？一个废人也配娶她？生生世世可心间，甘愿为你走碧落黄泉。开门，萧恒求见静安王。萧将军深夜来访，可有要事？王爷与王妃已歇下了。歇下？让他出来见我。沈知微，你出来！萧将军，深夜喧哗，扰民清梦。萧将军这是要触犯宵禁。我要见知微，陆芷，你让他出来。本王的王妃闺名岂是外男可直呼的？萧将军，请回。我不回，除非他亲口对我说。沈知微，你出来，我知道你听得见。萧将军，请回吧。知微，你跟我回去，我们重新开始。萧恒，我已嫁人，你已另娶，前尘旧事不必再提。另娶？我何曾？苏姑娘还在府中等你，莫要负了眼前人。萧将军，有些路走了便回不了头，有些人放手了便再也追不回来。今夜之事，陆某不会追究，但若再有下次，便是与整个静安王府为敌。惊扰你了，我已吩咐下去，往后萧恒若再来，不必同传，直接拦在府外。王爷不必如此，他不会再来了。因为我太了解萧恒，他的骄傲不会允许他第3次在我面前狼狈。难过吗？不难过，只是有些怅然。贺礼，贺沈姑娘新生。多谢王爷。不必谢，这本就是你该得的。夜凉，早些歇息。王爷，王妃礼事很是妥帖。要出门？去珍宝阁。新婚虽简，礼数不可废，该为王爷的几位长辈备些见面礼。其实不必。既做了王妃，该担的便要担。王爷放心，我知分寸。让陈伯陪你去，取几样适合长辈的玉石来看。哟，这不是静安王妃吗？新婚燕尔，不在府中陪王爷，倒有闲心出来逛铺子啊。李姑娘说笑了，
为人父者，持家理事本是分内。难道李姑娘日后出嫁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？这只包起来。掌柜的，日前订的那套红宝石头面可到了。掌柜结账。赤薇，萧将军来的正好，你也是来为苏姑娘选首饰的吧？方才王妃还说呢，送礼在心不在贵重，您听听，多体贴呀，体贴的都快忘了自己从前是萧府主母了呢。李姑娘记性真好，从前的确是萧府主母，如今却是静安王妃。就像李姑娘这般年纪，若早生觅得良缘，如今也该是某府主母了。可惜，够了！这位，我们谈谈。萧将军想谈什么？若是公事，可递帖至王府；若是私事，回与将军已无私事可谈。你非要如此绝情？绝情？萧将军，这几个字从你口中说出，不觉得可笑吗？沈之卫，那套红宝石头面是给你订的。3年前你生辰，我说要送你一套红宝石头面，后来出征耽搁了，上月回京我便来订了，本想今日送去，却不知该送往何处。晚了，3年前的承诺，3年后才兑现。萧恒，有些东西过期了，便不值钱了。陈伯都告诉我了，让王爷见笑了。不见笑，想哭就哭，不必讲成。不想哭，只是有些唏嘘。沈姑娘可知我为何多年不娶？不是因为腿疾，是因为见过太多将就。世人总说婚姻是女子归宿，男子责任，可我觉得婚姻该是选择，不是将就，所以我宁可不娶，也不愿娶一个将就。沈姑娘今日在珍宝阁，没有将就，没有因旁人讥讽而失态，没有因旧情撩动而回头。你选了你想走的路，并且走得很好，所以不必唏嘘。该唏嘘的是那个弄丢珍宝而不自知的人。王爷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让我知道不将就是对的。3日后宫中设宴，太后点名要见。太后？怕吗？不怕。那便去，我陪你。王爷也去。既娶了王妃，自然该让全金陵都看看我陆直的王妃是何等模样。姑娘，将军回来了，催得不省人事，一直唤着沈夫人的名字。去备醒酒汤，我亲自送去。姑娘，将军此刻怕是不想见人。不想见也得见。沈之薇成了静安王妃，他以为能回头？做梦。之薇，将军，是我，喝了吧，喝了就不难受了。你不是他，你不是。萧恒，我会让你知道，这辈子你只能是我的。可妥当了，很好，只是这官字重，若带着不适，途中可取下。不必，该有的体面一样不能少。怕吗？不怕，最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。那便走吧。乔姐妹，伺候的可真周到呀，不愧是伺候过将军的人。嫁了个残废，也只能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找存在感了。要我说呀，捡了别人不要的残玉当宝，还这般尽心尽力，真是。几位夫人是在议论静安王妃吗？王妃今日这身朝服可真隆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今日是您大婚呢。王妃今日这身朝服可真隆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今日是您大婚呢。郡主说笑了，宫宴着朝服是礼制，礼制是礼制，可有些人呢，穿得再隆重，也改不了骨子里的贱。本王的王妃也是你能智慧的。静安王，你竟敢！本王有何不敢？永宁，你父亲见了我，尚要称一声王爷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在此大放厥词？今日把话说清楚，沈之薇是本王明媒正娶的静安王妃，往后谁再敢对她有半分不敬，便是与整个静安王府为敌。吓着了？不曾，王爷今日不必如此的。为了我得罪永宁郡主，恐生后患。她毕竟是长公主之女。长公主之女又如何？便是公主本人，敢辱你，我也照念不误。王爷，您这般维护我不知该如何报答。报答？沈之薇，我维护的不是静安王妃，我维护的是我的妻子沈之薇。在王府这些日子，难得偷来半日清静，却忽然接到沈家老仆急报，沈家一处田庄被官府查封，说是涉及一桩旧案，恐要牵连沈家满门。
我匆匆赶往府衙，却被告知此事已结案，田庄解封，涉事官吏已被查处。王爷可知沈家田庄之事？是王爷出手的。举手之劳，你既嫁了我，沈家的事便是我的事。多谢王爷。不必谢，侍卫，我有话想与你说。那份契约我想改了。王爷何意？我不想再只做你名义上的夫君，我想做你真正的丈夫，与你携手余生，共担风雨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近来外头渐渐有些风声传到我耳里，说是萧将军与那位苏姑娘似乎并不如外人看来那般和睦。苏姑娘性子很是分明，从衣食穿戴到往来交游，事事都要经她行。于是静安王府的门前便忽然热闹了起来。她送来了从前的糕点，我未带走的诗集，甚至我养的那只白猫后来生下的小崽子，都一并被装在精巧的笼子里送了来，每一样我都让管家原样奉还。直到第3次，管家面色为难地立在阶下，我才隔着窗外轻声说了句：“劳烦告诉萧将军，如今这般不妥当，请他自重。”陈伯将这话一字一字复述出去后，门外便再没有那些精巧的香笼了。让梦美满却的斑斓，刹那间纷纷然。这位，你说来见我，我有话与你说，我知道你听得见。沈知尉，我们15年情分，你只能说断就断吗？可要让他进来？不必。知尉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姑娘，将军今日又去静安王府了，又被拒之门外。去，帮我装匣最底层的那只香囊取来。沈知尉，你以为嫁了静安王就安全了吗？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身败名裂。听说了吗？静安王妃婚前就与人有染，还留了定情信物在旧情人手里。怪不得急着嫁个残妃，原来是遮丑呢。那信物是一枚鸳鸯香囊，绣着知微2字，如今在萧将军手里，听说还要呈给陛下呢。王妃，此事来势汹汹，恐是有人刻意为之，王爷已派人去查了。不必查了，我知道是谁。鸳鸯香囊一对，金线绣知微临风，大婚次年所制，李府时清点，一只遗失，一只留存。哼，遗失的那只如今倒成了定情信物。今日太后寿辰，臣女听闻萧将军得了一桩器物，欲先与太后赏玩，不知可否？呈上来。郡主，此物将军何必谦虚？这不是静安王妃的闺名吗？天哪，竟真留了信物在旧情人手中。静安王，此事是诬陷，启禀太后，陛下，此香囊却是臣妇旧物，却并非定情信物。郡主可知，这香囊本有一对。什么一对？一只绣知微，一只绣临风，乃臣妇大婚次年为先夫萧将军所制。李府时清点，一只遗失，一只留存。至于遗失的那只，为何会在萧将军手中？这便要问苏姑娘了。你胡说什么？这香囊分明是你与将军的定情信物，是吗？这是臣妇离府时的物品登记，上有萧府管家印鉴，香囊一对，编号入册，遗失一只，记录在案，请太后陛下过目。确如静安王妃所言，册上有记。罗轩，静。我没有，是这册子造假，一定是。够了，陛下，此事已明，有人盗取王妃旧物，伪造私情，散布流言，污蔑皇室王妃，该当何罪？苏轼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陛下，此事是臣管教无方，苏轼所为，臣愿一并承担。知尉，你为何变得如此咄咄逼人？从前的你不会这般。咄咄逼人，萧恒，这不是变，是你从未认识真正的我。我知道陆直那样骄傲的人绝不会甘心被这双腿困住一生，于是这些日子我查遍了药阁里的古籍残卷，将古方一味一味拆开重配，反复斟酌药性增减，全是为着他腿上的旧疾。今早换药时，我照常伸手去扶，他却轻轻挡了挡，自己握紧了侍卫的手臂，然后在我还未回过神的注视下，他竟真的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甚至还向前极慢却极稳地迈出了2-3步。王爷今日可觉得好些了？好多了，你这方子比太医院的都管用。
是王爷肯坚持，再过月余，许就能自己走几步了。王爷王妃出事了，说苏洛月昨夜从软禁的别院逃了，看守的侍卫被人迷晕，院中留下一封信，说要报复王妃。信呢？沈知薇，你毁我一切，我必让你付出代价。加派人手，全城暗查。另外，这些日子你莫独自出府。王爷怕他对我不利。狗急跳墙之人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我不许你冒险。好，我听王爷的。3日后启程，戍守边境，无诏不得回京。将军，这是苏姑娘房中找到的，可恶！一些来往信件，是与北戎细作联络的密函，还有当年边关那场埋伏的真相。赤水崖伏击计划已定，萧恒必死无疑，唯有一法可救，令其意外发现埋伏，再由救命恩人挺身相护。萧恒已深信救命之恩，可徐徐图之，待其与沈氏离心，便可取而代之。届时北境兵权皆入我手。原来所谓救命之恩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算计。原来他为了这样一个女子，辜负了真心待他15年的沈知薇。我欠他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那苏姑娘，他既选择背叛，便该承担后果。备马去接安王府。萧将军，知薇，萧将军有事？苏洛月的事我查清了，当年边关埋伏是他设计的，所谓救命之恩，从头到尾都是骗局。所以呢？所以是我错怪了你，是我扯，是我瞎。萧恒，这些真相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无论当年真相如何，你选择信他不信我是事实，你为了他一再伤我的心是事实，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放开我的手也是事实。这些事实不会因为这点密函而改变。知薇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愿意用余生补偿你。不需要了，萧恒，有些错可以弥补，有些伤愈合了也会留疤，你该往前走了。北境风光或许能让你看清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。知薇，我们真的回不去了。珍重。今日见了萧恒，他来告诉我苏洛月的事。你可难过？不难过，只是有些唏嘘。15年光阴，原来抵不过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王爷可知我此刻在想什么？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幸好那日暴雨，王爷的马车停在了我面前。那日不是我路过，那日我在街角等了2个时辰，从你出萧府到暴雨倾盆，我一直跟着，我在等你无处可去的那一刻。王爷为何？因为我知道，只有当你真正绝望时，才会接受别人的善意，也只有那时，我才有资格给你一个屋檐。若那日我没有无处可去呢？那我便继续等下一个雨天，下一个雨天，总会等到你需要我的时候。王爷何必？我这样的人不值得。值得，是知薇，你听清楚，这世间万千女子，唯你值得我露至倾尽所有，等一场雨，候一个人。不知，我在。若苏洛月真来报复，我们一起面对。好。你要的东西无色无味，预热即化。是明日斋宴，所有碗盏皆需以沸水烫过，只需涂在太后专用的那套福寿长春盏底，斩于热水，药便化入茶汤，饮下后3个时辰，心悸而亡。但太后若死，必是惊天大案，你逃不掉。我没想到，我要的是沈知薇死。太后若在他身侧暴毙，你说第一个被怀疑的是谁？届时众口铄金，靖安王再护着他，也敌不过谋害太后的死罪。此计太险。险？我从鬼门关爬回来，还怕险吗？事成之后，另一半在北城门槐树下，若我死了，就当给我的纸钱。沈知薇，这次我要你身败名裂，百口莫辩。上茶。且慢，靖安王何事？臣有要事禀奏，请太后暂勿饮此茶。有毒！何人如此大胆？下毒之人就在此处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本王若连王妃的安危都护不住，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。苏洛月勾结北戎是叛国，毒害太后是弑君，这2条罪够你死10次了。我是要杀他，可是我是为了谁？若不是沈知薇这个贱人，我早已是萧府主母，何必走到今天这一步？你以为你赢了？我告诉你，萧恒心里永远
他书房里藏着我的画像，他醉酒时唤的是我的名字。沈知薇，你永远是个输家！闭嘴！萧恒心里有谁，与本王的王妃何干？她如今是静安王妃，是本王心尖上的人。至于你，不过是个跳梁小丑。苏洛月毒害太后未遂，罪证确凿，判斩立决，3日后行刑。而同一日，北境传来战报，萧恒率轻骑深入敌后，火烧北戎粮草，大胜而归，却在归途中遭刘健所伤，下落不明。北境苦寒，望他平安。说他回来，他回不回来与我已无关了。我的夫君在这里，我的家在这里，我的余生都在这里。知薇，陪我走走吧。好看，王爷的腿是你治好的，不只是腿，还有这颗心。这里荒芜了30年，等你来才春满枝头。罗植，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？什么？每日暴雨，你问我可须一成时，是我此生听过最好听的话。那往后余生，我日日都说给你听。累了便歇歇。不累，这孩子乖得很，知道娘亲要作画，今日都没闹呢。知薇，谢谢你，愿意为我孕育孩儿，愿意把余生都交给我。是这孩子来得正好。王爷，你看，梨花结了果，我们也等来了最好的时节。要乖乖的，不许闹娘亲。爹爹，字字歪歪，是婉婉的手歪歪，不是字歪歪。娘亲，妹妹又把墨打翻了。那你去帮妹妹收拾好不好啊？我曾以为爱是等待，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旅途，后来才懂，真正的爱是并肩看见同一片风景，是他在身边，从此心落归处，再无漂泊。